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地缘局势紧张，在一场危机面前，我们看到全球资产出现截然不同，甚至是极度割裂的表现。首先，我们来看像传统避险资产黄金，黄金价格出现了暴力拉升，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在周一早盘直线飙升超过 2.5%， 不仅轻松突破每盎司$5300的大关，甚至一度触及$5393。再看看原油，布伦特原油今天开盘第一时间跳涨了 13%， 直接站上每桶$82.37的高位。在传统资产狂欢的时候，比特币不仅没有发挥出大家所谓的数位黄金避险特性，反而出现了短线的恐慌性暴跌，价格迅速从$6.55万附近高位跳水，跌穿了64000，甚至最低下探了$63000。整个加密市场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总市值蒸发超过1280亿。大家都觉得比特币要跌向$5万的时候呢，它却意外的上演了深 V 反弹。在短暂的恐慌抛售之后，又迅速收复了失地，在半天的时间内强劲拉升，最高价格逼近$68200，重新回到了战前的水平。更为诡异的是，在经历了这场短线暴跌再暴涨的过山车行情之后，随着亚洲和欧洲传统市场陆续开盘，在黄金和原油双双暴涨的大背景下，比特币却进入到一个非常平静的横盘整理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矛盾：为什么比特币在真正战争黑天鹅面前表现得如此割裂？为什么在初期的崩盘反弹之后，又迅速回入到这种异常平静的状态？那我们今天呢，3月的第一个华尔街交易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级别 K 线在2月收成怎么样？比特币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下跌，总共下跌了 52.44%， 就代表比特币在过往5个月平均每个月下跌 10%。那当下来讲，有什么潜在的形态是大家值得留意的？如果它是在这个位置下杀，极端一点来到5万反弹的话，那么它是能够形成一个什么形态呢？是左肩、头部、右肩这样一个形态。那既然右肩产生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如果反弹成立，可能会落位在74500左右的附近，然后再次下杀。那这样子行情的话，也就是说你看涨的时间节点，也许就是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前1-2个月的事情。这是月线级别 K 线告诉我们的事情。5个月连续下跌，6个月的话要看一下有没有反弹的交易机会。我们说完技术面，现在回归到基本面信息。为什么战争黑天鹅发生？比特币确实是跌了，但探底之后呢，比特币能够快速实现微型反弹。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市场情绪的极致反转，以及衍生品市场极度失衡所引发的真空。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利空出尽及利好的情绪反转。在地缘政治事件中，金融市场对确定性的渴望往往超过对坏消息的恐惧。随着官方层面证实了袭击的结果，这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从一种未知的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恐惧，演变成一个已经落地的事实。大家可能会觉得，最高领导人阵亡，难道不是全面开战的信号吗？但是成熟的资本市场却迅速提炼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价逻辑，我们称之为政权更迭反弹叙事。市场是这么博弈的：这位统治了伊朗36年绝对核心人物消亡之后，内部必然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内需要集中所有的精力进行权力过渡和内部的维稳。他们现在缺乏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来凝聚共识，并领导一场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全面高强度的区域战争。所以，聪明的资金压住这一场地缘政治冲突的时间线将会被大幅压缩。原本笼罩在市场头上的长期战争不确定性溢价开始快速消散。大家快速评估认为，冲突目前会停留在表面，不太可能演变成全面封锁。实用通道的全球性经济灾难恐慌情绪一旦消退，抄底的资金就开始蠢蠢欲动。这就来到第二个反弹动力，去杠杆完成后的价值发现。刚刚我们说了，初期的暴跌引发了多头的大规模爆仓，这虽然看起来很惨，但从市场微观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把市场当中不确定的高杠杆投机筹码全部清洗干净，盘面上的抛压显著减轻。这个时候呢，场外的抄底资金，包括那些真正把比特币视为无主权货币，用来对抗法币崩盘的长期主义者，他们看到价格跌至63000到6400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立刻大举买入。这些真金白银的买盘在底部形成一道坚实的防线。但是真正推动比特币在几个小时内暴涨几千美元，完成今天反转的燃料，其实是来自衍生品市场的实时级真空。金融市场的群体心理有时候是非常盲目的。当比特币跌破65000的时候，市场上涌入了一大批反应迟缓的投机型空头，他们看满屏的红 K 线，认为比特币要一路崩盘到6万。于是疯狂的开杠杆做空，这种单边倒的做空情绪导致了一个极度异常的现象，比特币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出现了罕见的严重负值。这代表什么意思？做空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多到必须要支付高昂的利息费给做多的人，才能维持他们自己看跌的头寸。在量化交易模型当中，这种极度拥挤的做空持仓简直就是引发强制性上涨的完美温床。
当我们前面提到了基于证券更迭预期的现货买盘慢慢把价格推高的时候，这些高杠杆空头的止损线和爆仓线就被集中触发，被强制平仓的空头头寸会在交易所的撮合引擎当中自动转换为无条件的市场买单。这股强大的机械性买盘瞬间耗尽了市场上所有的卖方流动性，加速了价格向上突破。我们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在经历了周末的大起大落之后，当前市场进入了一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平静整理期？比特币现在稳在 6.5 到 6.62 美元之间，到底是蓄力准备爆发，还是酝酿下一波暴跌？这就牵扯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通胀担忧。我们刚刚在视频开头讲过，原油价格大涨，其实对比特币这种没有利息收益的风险资产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为什么？因为能源价格是所有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核心，油价一涨，美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就压不住了。事实上，在冲突爆发前，美国1月份的 PPI 数据就已经显示，通胀数据上涨了 0.5%， 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通胀预期一上升，市场就会害怕，大家原本指望联准会在26年下半年降息，现在如果通胀因为油价重燃，联准会 FED 将别无选择，只能把高利率政策维持更长的时间，甚至不排除重启升息循环来抑制物价。既然宏观环境那么恶劣，通胀压力这么大，为什么比特币没有像18年、22年那样直接崩盘？是谁在下面拖住了底？这股向上支撑力来自于我们加密市场内部结构的根本性蜕变。第一支撑力是机构资金的锚定效应，也就是现货 ETF 的钻石守护盘。你知道吗？在冲突爆发前的最后一周，也就是截止2月27日，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原本在连续5周的资金净流出结束了，华尔街机构突然砸下了 7.87 亿美元的净流入资金。分析师指出，这些透过 ETF 进入比特币市场的传统华尔街资本，包括了养老金、家族办公室等，展现出了极强的钻石手特征。数据对比的话也比较惊人，尽管比特币在过去半年回撤高达 50%， 但现货ETF 总共只流出了大约65亿美元，这跟之前的涌入超过107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增量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这说明什么？说明机构根本不是来炒短线的，他们把比特币当作标普500指数基金或者是黄金 ETF 一样，用来做长期资产配合宏观对冲的工具。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此外，针对微信群风控严重，我们在 QQ 开设了新的撸毛群，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最近我们在努力推进社区建设，往后将和大家一起撸毛，每天准时推送最新空投项目，以及一直坚持下来的币安阿尔法 OKX Sports。今天刷什么标的，什么是最低磨损，欢迎大家的加入。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s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